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立委立法委员王一川，大家好；知识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子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资深球评许维志。五个欧巴，阿尼奥斯尤，开始思密达。哦 ，OK， 好，你看这一连串的话一出来以后，你就会知道把所有的情绪都拉在这个里面。那美战争已经打得如火如荼，然后现在包括炸油田啊，什么都来。你也不要管股市今天跌了，从2000点到最后还是跌了1400多点。那包括柯文哲，然后接下来想要在36全败以前，想要去申请要希望能够解除出境，然后能够到东京去看看小孩，这些你都摆在一边，先不管，好不好？你也不要管今天到底韩国跟澳洲之间谁打得怎么样。好了，当然希望我们能积极，但先不要管那是别人打，好不好？你只要管一件事情，问一下在座各位，昨天那场对韩国看完爽不爽？爽，好不好？好，那今天就录到这就可以了，好吧？大家的情绪就延续了昨天的一路下来就可以啦，还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好。过程当中那个惊涛骇浪，确实啦，韩国当然强悍，你也知道多少大联盟球员在那个里面跟日本打得纠缠成那样8-6，那跟我们打这一仗，我们一定要赢背水一战。那接下来当然就是来，我是资深球迷来讲一下昨天那场，形容当然叫史诗级的战役，而那场战役对我们来说，以前说好想赢韩国，我们经典赛后来大家才发现，我们经典赛真的没赢过。而这一仗打成这个样，包括你说，包括负伤的陈其健，包括所有人卯上去，全部最后5-4。跟大家讲一下，你自己球评看门道的时候，看到最值得让他感动跟看的是哪一些？有很多的这个比赛实况，大家都一直在回放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昨天也很多球迷基本上也无法睡觉。我们是从地狱走回来的，包括我们的国家队的球员，包括球迷。我们有我自己的朋友，大概将近100位在现场。第一天输澳洲，第二天输日本，对，已经饭都吃不落去，拢该去吃拉面了。因为那是你看那种心情，荡到谷底。日本、韩国跟台湾都号称有史以来最强的球队，澳洲也是。澳洲把上一次2023年的经典赛跟到2024年的12强卡骂在一起，找了一个老江湖的 David Nielsen， 这 Nielsen 总这样吧，就厉害。他的那个 data mining 的 data driving， 他有我们的台湾队的资料，所以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先发了第一场对澳洲，竟然的9个球里面有5位是左打者。那我们就讲说怎么左投克左打？那3位左投手3局，结果沙基安大0-3输掉嘛。我们投手没有差太多，是打击没有发挥。那一场就出问题，不是那一场出问题，是我们在台湾对软银跟火腿热身赛，竟然都输给那个软银跟输给火腿，输的不太好看。软银跟火腿是一军来台北大球，我看2天，那看现场，因为大家可能我在有台讲过一件事情，我们的国手必须拿经典赛的球，它比较弹性系数比较高。然后再加上缝线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国手已经在过年前就拿球，日本球员是要拿日本比赛的球，所以我们的投手拿比赛球，日本的球员碰去台北大球那home run，弹性系数高嘛，日本的日职的球比较不弹 ，OK， 所以我们张育成打到全垒打墙打回来，那2场比赛后来日本说我们的一军球员3月底就要打一军了，所以我们这些年轻跟新秀是不来跟你练兵的啦，我是要赢你的啦，所以我觉得日本这是对的。结果发现一个状况，我们打击好像有状况，没有发挥。现阶段叫 Spring Training， 还在春训阶段，我们的所有球员还没有完全开机啊。好了，赛前结果到了攻期，2天要热身，只1天而已。OK， 要全部到齐，又跟2军打，到了东京站，最担心的就是打击。果然第一场杜掉个杜掉大谷翔平妖魔鬼怪的，15那个这个13-0单局0-10也是破纪录。然后呢，大谷翔平1局打了5分打点，马破纪录。所以那2场比赛的时候，大家这堆都现出原形了嘛。大概对我们国家队完全讲得很难听。你大家想看看你是那个曾豪居的教练团队有旧苗王建民包括高国辉包括高志刚教练团晚上怎么睡？他们说根本睡不着。
怎么办？第一天该赢的，因为我总这样子，第一场哦，出那个首战即决战。如果我们今天赢澳洲了，今天我们就不用讨论的嘛。结果第二场好戏不是个0-13，嘿，日本人讲哇，要天天欢喜要怎呢？东京巨蛋瞬间4万多人变图书馆。4场比赛我们总共进了163600多人。其中一个王一川嘛。哎呀，对啊，阿川啊，阿川有去嘛哈？哦，但你阿川两场拢无，但你干脆行了。阿川，但你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回到昨天的重点，我们对捷克本来就会，我在有台转播的时候，大家还在担心说吼，会赢不？因为捷克也不是弱队。台湾就讲，万一若输，这队来队当家收据回来。所有我们这几年棒球的训练、主训，所有对 Team 台湾的。绝对叫错呀！然后那时候想说怎么办？台湾还是有棒球之神嘛。果然那天大胜之后，打击回来的，还有那个 Fairchild， 整个的状况，其实我们的投打手都越来越进入状况。昨天对韩国比赛，你看迄刚长的中岛才掉，大家边啊，迄是边安去佚佗。对，不是，因为大家一般对我们的球队都会担心一件事。对，昨天虽然一开始我们是1-0，后来被拉到2-3以后，你知道大家最担心的是。你知道有很多时候，你越想他赢，那个1分老是觉得就越难了。但是昨天不是，昨天那个韧性打到就是一路打，对1-0，然后后来被他拉到2-3以后，然后最后我们拉到最后4-3，然后拉到4-4，最后5-4，这个是完全打出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一些气势啊。小虎哥讲的对，过去我们很会打顺风球。对，什么叫顺风球？只要中华队团队领先，你记不记得12强我们对日本队落后一点输去啊？打到东京巨蛋决赛，对委内瑞拉把输去，靠着美国帮我们打败委内瑞拉，比失分率，我们打冠军嘛。所以在过去国家队真的这样子，但是这一队的国家队不是只有我们这支国家队，是中华职棒很多年轻球员，他们过去我们跟韩国的恩怨情仇啊，大概记忆没那么深。昨天在哭的是谁？哭得很凶的陈冠宇跟这个张育成，他们跟这些人打过嘛。现在教练团大概嘛在好想赢韩国。其实我们在12强，在2019到2024都赢了嘛，对，只有12强没有。那么重点在是韩国队一码是一级强队，我刚才讲的球员对吧？他们柳仲一总教练，你知道第一天我们输澳洲，第二天输日本之后，他那个亲妹的眼神呐，那个是，所以我为什么你看他没 K 的对吧？我在有台有一点点讲的说南朝鲜的，我你讲南朝鲜，我一看咱无啊，迄球员足配的啊，刚刚讲足熬的啊。骄兵必败啊！我们圈素质真的不差。我一讲说历史以来，我们的中华队、台湾队成员这一次实力最好。16个投手，150公里的并量个一堆啊！以前在找150公里，你听过的顶多是郭泰源啦、郭泓志啦，或者是王建民这种的，弄140几年。我们这次里面平均速度在20支球队前4场已经排名第10哦，还赢韩国、赢澳洲。我回来一个小小重点哦，就是说。在这次比赛里面，我们逆转了人家的逆转。你刚才讲的，你逆转我逆，这最好看。所有比赛里面，在东京就要打个，为什么我们在转播会很激动？大家都激动，因为5来5去嘛。我们7支安打，对方4支安打，我们3支全垒打，对方1支全垒打。我们的5个投手，从古林最阳在台北大巨蛋对打国队队友谊赛的时候，就是要对这里韩国。韩国也情收很多。你知道那个情收那个 data 的一个 driving 是非常细的，记不记得我们12强的时候，王建民那个彭政闵不是有一张好像订便当的那个影片有没有？结果这是经典赛，去年经典赛资格赛的里面不准在现场用动态的用 random 的马上印有比赛比赛。东京巨蛋是这样，前面有个大的休息，前面有个球员休息室，在后面的 clubhouse 大学中间有个小会议室。我们的台大跟政大的统计专家就在后面，马上用动态剪影片做那个资料出来，就由彭政闵来说，那个 Fairchild 他有去给他拍，那个郑宗哲这他球是也招瓦杠，也招来杠，图摔处理过之后，有一颗掉的高速球进来了，拢无。我昨天问了那个陈瑞章说，彭政闵一丢起丢的造出来，有人抓到说 Fairchild 的跟彭政闵在讨论，我进前用印好安尼归他了，跟你这赶快。然后到时候有个投手一张，彭政闵再把那一张抽出来，他的球是这样，他球是这样，还是耳提面命一下。OK， 所以我们的所有资料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也是一种猜测。图摔击之后，或者是几个打击都有个惯性动作，甚至呢他们细到什么程度？一共那个韩国投手如果眼睛在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投手是这样的，有时候要丢变化球的话，会
要想看你的手指头有没有握紧，要不余光瞄一下，我这个动作啊，他丢变化球哦。有时候我们投手是这样的，有时候要丢变化球的话，要想看你的手指头有没有握紧，要不余光瞄一下，我这个动作啊，他丢变化球哦，也那样哦。还有你看，就跟赌神一样嘛，啊，对，他如果摸戒指或者什么，周正芳是讲说他前500场嘛，对不对？你形容真好，我最近500场加了摸戒指动作，还有投手怎么样？他的开合。伊拿用较大的就是要丢变化球，因为我被练嘛，他有时候放胸口位置，对不对？他放得更低，可能被练啊。你看细到这种程度所以说包括捕手要看他的打击，我们的2位捕手非常棒，不管是先发的家政，或者是这个救援的这个蒋少红，都是一时之选。请问一下，昨天大家看到最兴奋的最后那一段，就突破僵局那一段，打到延长第10局，对不对？那最后胜的关键，当然一个是陈杰宪上了3垒，然后后来是一个触局，然后触及完以后，然后我们得分，最后倒过来是南韩等他们上去以后，结果变成我们最后吴念庭那块。我跟你讲，那个所有那过程，大家看的，我们看的只是觉得血脉喷张，但是对县长所有人那个操作，只要有一点点的疏失，那个基本上就什么都没了。台上1分钟，台下不是10年功。你多来讲吴念庭，刚刚我们的美女慧珍高的 K G 波热身。你要知道，慧珍跟你丢球，刚好在给我 K 直播里面影片可以调出来看。不要！你要想看练体抓那个球的时候，一 fast 一垒手接到的时候，因为 K 射这瞬间是偌紧，杀头已经冲进来了。对，蒋少接到球的时候，他还做 take 动作。我只要有一个没有接牢，或是我抓的位置不对，或是他闪过我。Q 的几百他们总教练有时候还 appeal 嘛，对，我有台讲这来的翁新奇啊，一起 appeal 什么的。那这个小动作里面，就是说我们球员他们在所有一场，你说那个我们的江坤宇，黑马是上亿身价台币也啊，10年复出回来，接球日本都讲，红豆呢一棒的时候秀逗，完了游击手那在搞，所以我在整个看起来比赛当中，我们过去的投打手。都会担心嘛，可能对日本赢1分、赢2分，大概也很危险。你没有赢个10几分，那就会输。我们没有拒韩症。昨天你看他为什么大家会哭？因为高张力、高压力，所有的选手到最后，你要知道我们的是这样。你记不记得第2场我们对那个捷克，对那个捷克第3场捷克状况不好，有状况不好的打法，所以第1棒的郑宗哲他一上来做一个 safety band 安全触及，对，3垒手。比较远啊，我好你别丢，对呀。第2棒宋承瑞没有接续，第3棒的 free try， 这不是教练下的啥案哦，不是教练下案，是他自己做野出局，也是 safety band，哇，成功，2个垒包上去逮就得来，所以状况不好，好，你刚才讲的那个，昨天第一个是蒋少红先把陈杰宪，因为那个最后的受伤者是2垒上要有一个跑者，对嘛，突破僵局2垒先有。对，那因为蒋少我们的触及那个叫 Okribando。非常好，点到1垒的他们那个1垒手，那个回了砍，直接要丢那个萨斗，截线速度够紧的，因为这次垒包各多了3英寸，从15英寸增加到18英寸，对跑者有利，所以这个1垒手也被帮他凑头。13垒有人说更厉害了，教练下台叫 squeeze 就强迫取分，江坤宇现在球就管了呀。你如果看重播的话，那个这么高的球，我们如果知道你有可能会触解的话，我会丢高球让你打成什么活来蹦。结果阿坤进来个点掉，哇！那里陈杰宪都没滑垒，明白啊？对，最理想是2垒还有这个蒋少红，得点线还有后面2棒，其实刚丢几分呀，下一局嘛就还了，所以你整个看出来我们手背很棒，打击有串联，投手有压制，最后的曾敬岳，伊我厝边的住隔壁栋个台中遐尔，伊最近那些查某囝讲你传播真生惊后，迄速度拢安尼。150几，昨天把那个金导勇，你知道那金导勇 Kindo 佑12强选拔足好的，昨天韩国的4分3分力派，一开心后一未来去大联盟，旁边我们在看说，台龙出来单讲，这2垒已经上到得点圈的，讲这金导勇推做大机，那无就追平，啊无就是红浪就拜拜啊，好嘞，加在1号2块锁定外角的速球，看起来右外野赖刀，宋承瑞里亚蛋。大家无激动那也因为金导勇很难对付。本来我都在想会不会把他保送，把1、2垒塞满，再来抓后面的棒次。
就发现投捕手这2个是武告好大呀，竟然敢直接对决。那这种霸气哈，在现在的年轻的球员，有跟各位朋友报告，现在的运动科学进来，台湾的棒球球迷也在进步，球员在进步，大家都在进步。所以说这个看起来我们做该做的事情了。至于说能不能晋级，就交给棒球之神去决定。我们已经把我们最好事情做好了。OK， 就像我一直讲的，其实今天不用去管那个到底现在那个韩国跟澳洲到底怎么样，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最完美的一些的诠释。刚才讲的所有的那一些的过程，那些过程我相信在现场所有人感受最深的。阿川应该是你吧，哦，对不对？对，反正你有去看嘛，对不对？对，每一场那个现场，不管是不是你说对韩国人那场，所有的现场只要看那个球，我们刚在电视前面看的，对，大家开玩笑讲那是东京巨蛋还是台北巨蛋，对，真的是这样子啊，在现场那种感受。第一天台澳大战的时候呢，我就傻傻的从大门要走进去。就已经全部，包括前面那个摩天轮那里全部塞满人。然后你问说从哪里排队，没有人会告诉你，因为没有人知道从哪里开始排队。那个队伍就弯来弯去啊，因为我的那个入场口在 gate 31，那我就看到有一个31，然后就跟着人家排到快到31的时候，又队伍又往下，然后又再绕一大圈。后来我第2天就搞清楚，不用照他的规则，你就从那个外野进去就可以到内野了。好，它全部都是相通的哈。那你搞到第2天，你才搞清楚排队逻辑。但是很特别，台湾球迷进场前日本人叫大家排4列，台湾球迷乖乖的就排4列，然后没有人要插队，然后连那种欧巴桑很老，叫他女儿带着他说。这是要去对排，然后呢，他就又被带到很远的地方又排，大家就很规矩的这样。那前2场在比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们进去那个球场，全场都是台湾的啦啦队，因为澳洲第1场澳洲人在日本不多，他们穿的衣服就是绿色的，对，绿色跟那个土黄色，他们国旗的颜色，其他全部都是穿像维之哥那一件台湾黑色的，那像我穿的是红色的反正呢。在路上看到了也都是台湾啊，进去里面喊呢，因为我们每一个球员都有应援曲，如果是打中华职棒的，只要一喊那个应援曲，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喊，因为我们6个啦啦队的队长都有去，轮到里面球队的就那个人呼得出来喊。好，然后呢，但是有一些里外的，那里外很简单，里外就是听台湾，就是这样，只要现场有人喊听台湾，就会有人喊听台湾，有人喊台湾就会有人喊加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第1场打的时候，我们的打击率真的很低。对啊，那个第1棒啊，那个废仔啊，他被3振3次。他第1棒啊，他有点被裁判搞到了，被3振3次。第1场对，大家在讨论。那我们就在外面看，就想说，哇，这米足强啊，什么废仔、龙仔，米足强啊，哇，那个可以用3振啊，到底是安怎？然后呢，结果不是只有他，每一个都打不出去，只有闷的那一场，只有张育成打出去。后来换上呢，吉利吉劳拱冠上来代打，他打出去，后来到第2场就说对嘛，你打吉利吉劳拱啊，跟吉利吉劳除了那一场以外，后面就没打了，后面就打不好了。所以呢，球赛都是变化很多了啊。后来到第2场就说对嘛，你打吉利吉劳拱啊。跟吉利吉劳除了那一场以外，后面就没打了，后面就打不好了。所以呢，球赛都是变化很多了啊。那第1场输了以后，路上都因为那一天打的是下午嘛，打到下午大概3、4点。后来你在路上看到穿维斯那一件衣服的人，有人形容他就垂头丧气的台湾人。然后我们去餐厅吃饭，就面对面。就2、3个人，每个人都在玩手机，隔壁桌也都在玩手机，不想讲话，没有人在讲话。你想想看，如果是对韩国那一场赢了，大家如果吃饭，大概没什么人能在吃饭玩手机，大概每一个管你是不是邻桌的，大概每一个都会吃。对，然后你如果不知道，你搞不好说，奇怪，那对情侣是吵架，什么都不讲啊。第1天这样嘛，那第2天输给日本那一场，那一场更惨嘛。对啊，就Ohtani一上来。那我们整场啊，因为我是陈晨威的球迷嘛，乐天的，他就站在我前面嘛，左外野，我就说陈晨威，然后全场就喊呼哈，然后我就说Ohtani打给陈晨威，然后呢，陈晨威就这样挥手吧，话还没讲完，Ohtani就是2垒安打出去，红浪哎，然后第2次第2次2垒安打，第2局上来的时候，我们说Ohtani你随便打就好，然后全部人都说对，随便打，啪就出去，你高兴就好的。
然后那一球开始之后就知道大势已去。其实台湾的球迷大概到第3局、第4局就开始欣赏这场比赛。那时候很紧张，没有，因为那时候会被口斗，会提早结束比赛，15分跟10分的限制嘛哈。然后所以打到第7局，轮到我们下半局，后来没有得3分，我们就被口斗了嘛哈。那个台湾球迷真的也很可爱，就是因为他们日本有一个球队还是那个球员，他们有一个加油的方式是，我站起来之后换旁边的站，都讲日文我们都听不懂，然后他们就整场在右外真的很吵，比我们还吵。那国旗超大只，我没有看过那么大只国旗，日本国旗5、6只，一直摇，然后就扔。后来有几个日本的球迷坐在我们前面的，我们就想说，你哪个差不多？这个弯点，你哪招来架？后来旁边的台湾球迷跟着他们一起弄，就全场都在欣赏比赛，欣赏这场比赛，反正也不会赢了嘛。到了晚上在东京的街头嘛，大家吃饭就都是去日本餐厅嘛，然后看到我们听台湾的，他就说啊 sorry 这样子，就是他们赢球嘛，对啊。那我们就说 sorry 就是 all free， 你们要不要请客这样子？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说啊，大家要一起加油，全部每个人都赢韩国。对，那是共识。我第一天遇到捷克的这个球员的那个这个好像是这个他们的家长，就说你们一定要赢韩国。然后遇到澳洲说你们也要赢韩国，遇到日本说你们要，那个整个东京的共识就是大家都要赢韩国。然后呢，我们的球迷多可爱，就是说吃东西啊哈，就网络不是有一张 AI 的图嘛，哈，日本媒体去查证。你说这个垃圾那些啊，我跟你讲，我亲身的经验，我在那里，因为我们在台湾看球，看完球也是把垃圾带走，因为我们那个每一个匝道口都会有放垃圾，一个大垃圾袋的。日本是这样，日本他们那个出来的时候没有垃圾桶，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那带着每个人都拿着那个垃圾哦。出了那个球场之后，到处找垃圾桶，我们也不会给他乱丢。所以有些网络在说什么台湾球迷看球，没水准诸如此类的事情，其实那个都是假的。那在那个球场的加油的过程当中，因为日本人他们也有规，他们有拿那个牌子说这里是哪一国的加油区，你们不要挥别的国家的旗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牌子。那有人在走道上照相，我们去看球，我们当然要照相啊，对不对？因为他原来规定说都不能照嘛，后来改变规则说可以照，但是不要录影，录影不要超过多长，然后不要在比赛的时候传嘛，对不对？然后他只要我们站在那走道拍，那他们那个日本的那个球场的人就拿那个牌子来，一拿牌子来，你知道台湾人动作是什么吗？那就赶快就回到自己的位置。台湾人在那个球场里头是非常守规矩的。输球就是看球嘛。后来第3场、第4场，你看那个第4场，我跟你讲，那个你如果在现场看哦，因为我们先看电视可以看到表情，对，现场看你看不到表情，现场看就是那个球场的氛围而已啦哈。但是呢，韩国那一场大家看电视你就知道每一个人的表情，你看那个陈杰宪冲上去的时候，他扑3垒的时候啊，他那整个帽子快掉下来，他就拼了命哈。所以就这样的这一个过程，我跟你讲，每一个在球场的球员啊，每个人都很紧张。真的，我看他们每一个人都很紧张，球打不出去也紧张，打出去高飞球啊，大家又很失望。然后呢，打安打大家很开心，可是打安打又怕被双杀。反正你在现场看，这个心情很复杂。可是呢，我可以说台湾球迷这一次去啊。这个风度真正拢袂歹，但是我们这次的打击率应该很低啊。现在打击率听说5队我们是最低，我们的打击率才1.86，1.86，那个1.8那个很低很低呢。那后面2场有回温的啦。对，不是就是没有平均啊，平均啊，当然是平均啊。第1场打完的时候，我们打击率不到1成，根本就打不出去啊。那对日本那个就是整个被日本是1支安打嘛，可是你会看到我们前面2场输的时候，我们的总教练还出来毁系列啊，那他不要道歉，不要道歉。第3场、第4场赢球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没有怪任何球员，对啊。后来你看我刚刚讲说那个费仔第1场被3振的，他第2场也被3振呢，可是你看他第3场、第4场，第4场他个人打全垒打，2分打点，对，然后他就仅次于张育成，张育成是这一次打击率最好的，所以球是圆的。有些人看球赛只看1场，1场的都要乱骂讲，哎呀，我讲哦，那个球哦就是安尼啦，投手那个教练怎么没有换头啊？跟你讲说要换哦，那投不进去了啦。尤其是那个
哦，那个陈柏宇，他被澳洲不是轰出那2分全垒打对啊，我们换了徐若曦下来嘛。那个脚本的徐若曦到了第2轮之后，他的球是从95迈降到91了嘛，那个还挖嘛，爱起来陈柏宇速度嘛袂歹嘛，结果无到，其实整个43分是可以接受的，其实但腿也但是打击没有发挥。那种菲律宾的其实伊对日本迄个伊甲功成大名拍一个3分的，迄个波拍有啊，对啊，看迄个应该是过啊，对，迄个也3分，其实还有他拍几局啊。我们不是第一场还第2场，他打出那个界限嘛，你知道他打第2场了，就在那个界限边嘛。然后呢，一打出去，我们全场欢呼，台湾全哇开心，然后就有人说，他上次被3振，你看这一次就全垒打了吧？然后正在欢呼的时候，全场停了，原来在看那个。然后因为我有看到那个球飞，他就把那个在一个广告看板写什么工业的，我说不是啊，他从那个叶那里打到那个叶那个位置，然后从那个叶往下看，真的是界外，就失望而已嘛。所以台湾人看球赛，我觉得还蛮成熟。我们的媒体几乎也没有在骂球员，也没有在骂这些教练。但是韩国就不一样，韩国输1场球，韩国媒体每个有拍听。台湾人还是毕竟成熟啦，看球大家就开心的看啊，输球就下次赛。我们这次的选手很年轻，有那20岁，26.7平均。对啊，你知道那他你那个日本那个大谷翔平，他才31岁。所以我们这一代也都变成很年轻的球员在打。然后呢，有些人是参加这一场之后就没得参加了。比如说这个陈冠宇从头到尾都没上场。对，他是我们乐天。有些人是参加这一场之后就没得参加了。比如说这个陈冠宇从头到尾都没上场。对，他是我们乐天的。我想说陈冠宇怎么都没上场，我是不一定嘛，给我倒一点吧，对不哈？那也没办法，反正就是教练团有他的这一个调度，大家开心就好。能够去迈阿密最好，那去不成就下次再来。没有，台湾共识是阿川，你不要再去现场看了。那个这一段剪掉。可是你说这场比赛打好了，但人你就讲，最起码我们还打出另外一个精神，就是譬如说我们碰到他，你就碰到大谷啊，碰到什么，我没有像人家就是我就进远让你上去，我4坏球让你上，就是那总教练后来讲的，不管最后打得怎么样，这对球员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看一下人家大联盟怎么打的嘛，我们可以试嘛，你何必要这样？那更不要讲说，对，你有没有各位有看到媒体上面大家在统计日本所有的球员里面，大联盟资历的一字排开有多少？南韩大联盟资历一字排开有多少？所以这一次5-4赢韩国，大家讲那是10打10的含金量，不只是纯金99999999这样，那个真的是。所以为什么这打完球员哭的、球迷哭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刚刚武哥提到，就是说这一次有许多的这个球员都是从大联盟被找回去打球的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因为跟这个我们亚洲人的体型有关因为以前大家都觉得就是说棒球嘛欧美选手的天下，人高马大，速度快，可以压制，所以东方人通常能够到大联盟去打球，你会发现第一个他打的或者他投的，其实有时候比西方人还好，特别是你刚刚这个提到那个 Fairchild 因为讲敬远保送嘛那过去大家会觉得说，大谷那时候被敬远保送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宁可让他上一垒啦，也不要让他 K 出去嘛。大家如果还记得8局那个时候 ，Fairchild 要上场，如果大家有看那个转播，你就会发现到韩国队在那里搞超久，对他们有停下来，对。要不要决定禁远他？那时候大家一直在讨论说要不要给我。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就在看说奇怪怎么搞这样。我记得那时候有台在转播的时候在讲说因为他们那个投手啊谁可能不会讲韩文，所以还有翻译上去，弄超久的，最后决定让他 K。第2球一 K 出去，我就讲你那个真的是感动啊！那个也是大联盟资源的杜宁啊。我刚刚讲说，他本来想说如果把他保送上一点，后面还有个张育成，一样，对啊，一样，没有办法闪。结果 K 真的，我觉得命就是那样嘛。他真的那一个第2球 K 出去就轰乱，然后你看他上一次打那个2局那时候打全垒打的时候。我那时候看他那笑容都没有昨天对韩国队那个笑来的而且他这一次其实我讲实话，有很多动作其实对台湾人来讲是有一些印象的，而且是有一些记忆深刻的，
包含到你很久，大家觉得陈杰宪觉得有可能在这一次比赛里面，你几乎没什么机会再看到他上场，先发也没他。结果后来 K 出全垒打的时候，你看到陈宪在场边的那个动作，我就把很多人的情感全部都拉回来，甚至到后来昨天对韩国队的时候，因为10局上嘛。他其实是因为他就是要突破僵局，所以这日本媒体大幅度的去用这样的一个话，特别是你看中间的这个在10局上的时候，其实因为有很多其实真的一日球迷啊，然后有些人网络说，奇怪，怎么一瞬间陈杰宪就10局的时候站上2垒了？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想要让那个球赛就继续这样拖啊。可是呢，后来你会发现到媒体其实有报道这件事情，说在比赛之前，陈杰宪就一直希望能够上场。但是总教练就觉得说，你今天要考虑到你的声音，所以大家觉得没机会。10局上好不容易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打破僵局制的时候，陈杰宪希望他能够去跑，换上去。我觉得大家那个感动是因为近景你看他在场边的时候，大家都看他的左手食指都套起来嘛。昨天的时候不是，他是戴上了一个类似像手套，那个是滑垒手套，滑垒手套对不对？有人讲奇怪，那摕迄微波炉用的手套，有人说要买那个，就是说有些人买那个也要端那个锅子都买那个。可是我觉得你昨天看他跑的时候因为其实当时有讲，因为他速度快，他脚程快，他说我手无法度爬，可能你还有我卡中也是这样嘛结果你看他到最后，其实他冲3垒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所有人感动是在那一刻，因为一般来讲，那个这个手会揪起来，因为这个手是有胸的嘛，他没有。你真的看他整个扑上去了，只是那个手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为什么大幅度的会去报道就是说他已经突破了是一个在球场上面所谓争胜负的一件事情，超越精神层面的。这个事情我真的有一点感触啊因为这个上一次我们拿到冠军的时候龙南不是拍了一个那个冠军之路嘛我那时候就特别看到一个情形，就是说他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桥段，他去访问那个日本的投手，互相相争。我就觉得很怪因为一般来讲，你去访问这个投手，一般来讲，我是败战的，对吧？你要讲你台湾足强足勇我戆的去给你一个为人作嫁这样，没有他那个投手接受访问，没有风度了。我就问龙南，我就说，你们去找他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预期到他会接受访问？因为我觉得很难得啊。就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因为日本作为一个体育上面，特别是棒球对他们来说，他们把这个东西视之为一场比赛，输赢对他来讲，比赛结束了。可是，在运动的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那种说就更小，我要输啊，你这把功力就强他没有，他愿意在媒体前面告诉大家他看到的台湾队是怎样。你再回来看日本这一次大幅度的去报道，就是台湾赢，咱输你不嘛输个假行扣了，那嘛输个假行扣啊。可是当你赢的时候，在这整个的拼战过程，日本媒体反而愿意就说，去报道你的情况。昨天除了日本媒体，还有一幕，因为昨天日本的德仁天皇要去看日奥赛，所以要提早进场。昨天我们几个朋友说，从那个阿川讲的那个爱情摩天轮那个旁边那入口要出去。一排日本人免入去咱台湾人出来因入去嘛，大家拢甲咱拍扑啊，咱头讲甲咱拍扑啊，咱嘛甲伊注意，日本人甲咱拍扑啊，伊会足骗的嘛对吧恁无简单呐那反正台湾红豆你斯巴拉西呢，伊咧规抓大陆拍扑讲日本人是台日友好，所以你想想看，其实我们这次击败韩国队，你咱家己兴奋之外，在地谁最兴奋？日本人。不过刚才讲的，各位知道那个大联盟或是所有的球队或球员自己，对于球员的保护是非常非常谨慎的。所以为什么投手投30球，然后就要休息，然后包括1天，然后投多少球你就不能再投，他要保护球员。所以如果球员是爱护自己生命的话，那个上场拼可能就这样。各位，你知道陈杰宪扑那个垒的那个跟那个跑的速度跟那个时间差一点点，就像韩国跑回本垒的时候差那么一点点，对，利息用翁心嘛翁心的，那就挂了。陈杰宪扑那个垒，如果真的好，我们就讲，其实保护球员是有必要的。最遗憾的是我们的王建民，还记得吗？那时候是跑垒，王建民跑垒的时候，因为脚拐到。2年19胜的投手，对全世界都很难找得到。可是一个受伤，你就可能影响到他后面的。陈杰宪那个，他如果为了自己的棒球生涯，凭良心讲，你那个扑法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位置讲，各位垒包在这，垒包在这个地方，
球员手是在那里，所以我扑下去的位置一定是我的左手，会最早摸到垒包。我如果右手根本不可能，如果右手会太靠近那个球员，对我的时间少了那么0.0几秒，所以你扑下一定要这样。所以你扑下一定要这样，可是他这手是受伤，所以你看，显然他完全没在考虑这件事，所以整个扑下去会让他感觉，我凭良心讲，那个一扑完，如果伤到的话，不是不可能影响到他的棒球生涯。韩国的金惠成，道奇队的大联盟，昨天不是回本垒那个，他也受伤了。对啊，他今天对澳洲也不能出赛。是啊，所以这也是道奇队担心的地方。你知道那个就差那一瞬间嘛，那个都是差那一瞬间，所以你势必要用最快的方式，然后你就算好了，就算内脏伤了自己，那但是我们赢了。他就很多，你知道，你只要看棒球，你知道差那一点点，那个手那个位置会差非常多，可是没有办法。你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单纯一场比赛，为什么后来对韩国那场美国的主播会直接讲到那个从感动到落泪到所有那些，你知道那承载了多少那个国民的感触？我们讲那些球员的压力真的是山大，将军那个是所有人的压力，全部在那。那除了川教在现场喊，大家在电视前面喊，那个输赢，所有的心都融在一起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位美国的朋友哦，能够看懂台湾，我觉得佩服绝大多数人看不懂。很多外国人说，他们就赢了个球而已嘛。为什么全国哭成那样子？然后这一个手势可以感动所有人眼睛的眼眶都红了，都掉泪。所以很多人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位美国朋友不简单呢。陈杰宪现在他这个 logo， 他这个手势已经变成招牌的 logo，所有台湾人在照相的时候都会无意中比出这样来。什么？这表示什么？我告诉你，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台湾在这里。他这个美国朋友讲说，我不认为美国人会理解台湾人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子就这么感动。他因为台湾是全世界只有一个，自己国家有军队，有自己的制度，有自己的金融体系，可是却不能称为一个国家的2350万人。所以陈杰宪也好，你说我们到日本去。这次这么艰辛万苦的打败了韩国队，赢得这场胜利，大家所得到的不是一场比赛而已。这一个动作，我告诉你，代表是什么？代表了台湾2350万人在全世界因为中国的压力下被已读不回。这个是多么，我跟你讲，这真的会感动。这个手势就是告诉你，我来自台湾。请你把它填上去。其实陈杰宪这个手势感动了很多人，就是这个美国的朋友，他用一篇文章简单的解释了为什么台湾人会比这样，而且这么感动。我告诉大家，这是多年来台湾被压抑的释放。那个释放不是一场比赛，不是球员赢得这场胜利，而是告诉你，台湾就在这里。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不是你的一部分，更不是你所说的一个地方政府。参赛证明什么？证明台湾的存在。OK， 那如果你没有赢，怎么证明你存在呢？所以我说这些球员，维志兄看到的是技术，看到的是战术，看到的是他们训练的模式。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感动与骄傲。当然，我们希望最后韩澳的结果是我们能够晋级到迈阿密。但是不管怎么讲，昨天那场比赛，我告诉各位我们在嗨什么？我们做实了，最起码在亚洲。我们是10打10的亚洲第2，是日本第1，我们可以打到亚洲第2。告诉你那场大家在嗨什么？昨天对韩国那一场，7支安打，硬是压他4支安打，3支全垒打，硬是压你1支全垒打。我们不是只会长打，我们连小球战术也比你好。我们会长打，我们会小球。最后那几个小球战术，譬如说陈杰宪要回来本垒。然后点的那个小球，10局的时候，刚才那个威志有讲，这是强迫取分，对不对？Squeeze。各位，你知道那个小球没点好，那个小球只要没点好，对，那一定串起来，因为他还没点到，理论上陈杰宪应该已经快跑回来了，对，先跑，因为要强迫取分嘛，就一定是跑者已经回来了，所以打者说什么你都要把球点出去，一定要点到你要的位置，就是这样。我们常打，我们小球，我们所有的每一样，为什么韩国媒体会气成这个样子？道理就在这个地方。OK， 他就是这样，而且那过程，慧珍刚才讲的，我们不只是他
佛光山有法会，他祈福。你知道吗？昨天2-3的时候不夸张，我有一个朋友在我旁边，他当下跟那个当地一样，他当下手摆上面做法。我不知道那时候有多少人，大家大概都是这个样子。拜托我们的部长啊，李阳啊，在人家后面还在做法吗？对，魔法变成魔法部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不是有一个捷印哥吗？对不对？那捷印哥他好像这个票买不到，后来坐到韩国区，就坐到韩国区，他从头到尾是偷偷做法。因为他事先有先拍影片，对，教大家要怎么比全垒打，怎么比三振，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每个人都在看那个影片，然后就说怎么比全垒打，然后就在这样，就在那边比，然后你比错了会输，然后呢，整个球迷每个人也都在那里比，都用玄学啊。所以我们除了那个球员的很努力之外，我们的这些观众啊，台湾人啊，用我们的玄学啊，也在加持。哎，你不要笑我这瓜代就马爱郎马爱行呢。当然，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啊。有了，所以你知道，而且我们是从日本当地到台湾，哇塞，整个跨海不知道是各个宗教万佛朝宗啊，全部都朝向，把那个力量射向了那个大巨蛋，你就知道多厉害。哎。而且我跟你讲，我这大概是第一次吧，怎么会送金送到佛光山就开始念中华台北代表队，真的。然后我好像有网友就说，我在现场，我真的听到的是这样吗？后来就说你听到是这样，因为好像其中有一个球员，好像是他们的这个有跟他们有一些关系，对不对？有一些渊源，所以有特别去这样子加持一下。那人家也在开玩笑，这个。从现在开始，这个萨摩耶已经窜升，对，我就说嘛，那以色列有摩萨德，我们有萨摩耶啊，一样，也是很厉害，好不好？对不对？但是人家这个到目前为止，他又说前2场跟你看就这一只吓死人神犬以后买彩券都问他。对，以后彩券拜托直播一下好不好？请他的主人拜托直播一下。然后你看人家日本有大谷翔平啊、山本由伸啊，对不对啊？第3个那个菊池什么我不会念，然后另外中间有个字很难念，什么新的。然后第4个是松井裕树啊。那韩国队李正厚啊、李贤正，不要说别的。光是大谷翔平跟那个山本由伸，刚提到说多少年薪多少？身价好来，大谷翔平一天的台币600万台币的日薪，一个小时25万，1分钟4200块，1秒70块。他睡觉睡满8个小时，起来就200万入账。我们讲台币哦，他今年是22亿，当然是 delay 的，但是就是以22亿台币的年薪。我是指年薪哦，他的代言大概将近30亿台币，所以他一整年大概赚40-50亿台币啊！你怎么跟他比？所以你说我们跟一个神级的一个人物真是偶像这样的情况啊，反正打不赢没关系，那就欣赏他。我们也有啊，才刚有讲，我们也是很有风度啊。像我们后来就觉得说，好啦，大谷翔平。后来最后一次就是我们要被口斗了。然后后来大谷翔平就没上来打了，那我们就没得欣赏。然后他没上来，我们还很开心说，搞不好有机会可以不用被口斗，到最后还是被口斗了。少哥，你要想一件事情，我们国家队何其有幸这些球员，如果你三振大谷翔平，可以讲一辈子，真的。你把山谷由伸的球打成全垒打，你可以讲多久？如果你三振大谷翔平，可以讲一辈子，真的。你把山谷由伸的球打成全垒打，你可以讲多久？对，而且像这样子的大联盟加日本正一级的实力的球队，我们5个手指头来比10年之内，你阿哥不都干对？下一届可能看到奥运或下一届的经典赛，所以我们当成不是欣赏，有为者亦如是。你刚才讲说就是说我们没有，我不用躲啦，对啊，没有躲。而且我们有一个作家写得很好，一位体育大叔，他那句话我到现在，他说。如果我们保送的大谷翔平，我们什么都没学到。对啊，我们把他正面的对决，你才知道每郑浩均这个球他没有失头。你回来才知道说他那个球，我现在郑浩均他是中信兄弟王牌投手，他一定会想说，我跟一级的打者我这样对决，他自己的自信会上来，我以后会不会修正？所以这对他的告有的底下，这个是我们台湾棒球最大的一个这一次比赛的好处。其实刚才那个维志有讲，因为内球其实大谷翔平捞成全垒打内球真的没有失头，但是没办法，他就是大谷翔平，那个确信步那种捞法，凭良讲，一般打者你可能就打成高飞球就接杀。
它就是大谷翔平，一个确信部还是可以想办法，他就是一捞出去就600万呐，不然怎么办？对了，那个日薪600万台币应该的，方老师。好，你是说看输的那2场？都有看，赢的有看，输的。我看那个礼拜5那个台日输了这个啊，输到13分。对啊，我看完，我当天本来晚上有个晚宴都忘记去了。你看完也不用去了，我也不去，我没心情去了。对啊，我后来就跟那个主任说，我实在是心情不好。那天真的，后来我朋友又传一个赖给我，就说，因为我们后来提早结束嘛，7局啊，他就说也好啦，早点结束也好啦，不然撑在那边也蛮痛苦的。我这真的，我阿川在那现场嘛，我就觉得还能做到7局不容易啊，就是转换大谷翔平，转换心情，对，都欣赏大谷翔平，对，从这个失望，然后到落寞。然后后来又重启了一个欣赏，没有，你叫抽离啦。有时候太痛苦的时候，你要抽离自己自身角色。这次大家所有的情绪都在这个地方。那这次后来，当然你说在对捷克这一仗，大家看到卓荣泰卓院长有到日本东京去看，这是50几年来第一次我们的现任的行政院长然后到日本去。可是这件事情到现在，当然你说老共这个地方一定会抗议嘛，他们就直接那个打电话给日本大使，然后要抗议啊，要什么这些。那我知道是像洪威他们有去要问那个包括什么。那个要问，因为昨天早上开始讲说是自费私人嘛，所以有要华航跟那个行政院说明说到底是什么自费啦，所有相关，还有在今天下班以前要送到这件事情，在国内来讲的话，你会怎么解读？第一个啊，这个是台日1971年72年断交以来，我们第一个行政院长到日本去。当然你要说位阶来讲，赖清德可能更高，他是2022年7月11号。他当时要去，等于说去悼念这个安倍晋三，因为他被这个暗杀嘛。那当时代表总统去，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日本首相是岸田文雄，因为岸田是他出生于广岛，广岛在2战的时候因为曾经被轰炸过，所以他一向是一个比较和平主义，就不愿意说啊去刺激中国或干嘛。可是他这次还是让赖清德去了。那这一次我认为，因为高市早苗，他就更是挺台湾的，所以说我认为，当然这个一定要据了解，那个专机是前一天就飞，说当天就飞到了空军的松山基地，然后松子部呢，然后等待这个卓荣泰上机。那其实就是说，其实那个飞机可以坐180人呐，他们有算过啦，这来回一趟大概500万台币，一个人大概2.8万啦。那我说实在，如果今天卓荣泰找我去，要我花个2.8万，我也愿意啊。而且我可以在那个东京大巨蛋啊，位置应该不会太差吧，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只是说我们一般人不太可能说我们去跟华航谈这个包机啦，因为我们是一般人士嘛。但政府可能有一些因为它是官股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他会说是自费，然后但是它是私人行程。我觉得就是要避免它的政治的冲击。我是觉得啦，而且我们看到今天日本的这个媒体他们在报这个台湾的胜利，他们有一个照片非常有意思，他说台湾的运动选手离开会场的时候去捡垃圾，他觉得这点是让他们非常感动。然后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次我们是赢了这个捷克，但是有一幕很感人是捷克的球员他们输了，他们也是7局结束哦，他们帮我们拿国旗，他们知道我们的球员不能拿国旗，他们帮我们拿，就是虽然打得很激烈，可是大家都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感人的。然后反而是就是说我们输日本，这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台中的立委廖伟翔，他竟然在脸上说什么？他说要编多少才能赢大谷翔平？他就说要编多少预算才能够赢大谷翔？那这个就被骂惨了嘛。你这个时候提这个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次呢。我觉得卓荣泰是很巧妙用的是用一个去看棒球，但是事实上呢是突破了台日的关系。刚刚范老师讲的这段，阿川，要不要简单讲一下这段？这一定是前面要安排很久嘛，不太可能我今天说我明天要去，然后就直接可以这个样。尤其刚范老师讲那个消失5个小时那一段，有没有什么美感？我这样讲了哈，就是卓院长是礼拜6早上出发嘛哈，9点多到羽田。那我跟郭国文，我们2个是礼拜3知道了，这个跟他们众议员在讨论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因为美国有台湾旅行法，就美国的部长，能不能来台湾这一题。那我们也希望日本有台湾旅行法，就是日本众议员他可以来台湾，可是他兼任大臣他就不能来台湾，就是他只要大臣或者是副大臣，那能不能大家讨论一下也可以，然后。
因为我们有5个人是不能去日本嘛，原来的规定嘛，跟去美国一样嘛，就是不能进华府，那可以进到大华府，就是慢慢突破，慢慢突破。那因为林佳龙已经在去年大阪世博的时候，他就进到大阪，进到东京了嘛，哈，还跟这一个高市早苗拍了一张这个在饭店的照片。我这2天刚好在认真看我拍的照片里头，我们好像在同一个包厢。我跟你讲，就那个饭店是我们驻日的大使馆，只要有台湾的人去，他们大概因为可能长期有合作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知道之后，那一个众议员就跟我们讲说这是秘密啦，但是他也没办法确定能不能成型，但他跟我们讲是秘密，所以我跟郭文2个人就看了一下说秘密，然后我们上车以后就说秘密，你看像我都不敢查证，我可以打电话问吧？对啊。你知道我打了一通电话问，就收起就出去了嘛，所以就忍到礼拜6，看到有网络有人贴了卓荣泰在球场的照片。好，那时候我跟郭文2个松了一口气，说现在终于可以讲了，好，现在终于可以讲。可是他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离开？那因为他隔天就是礼拜天，他要到台北车站看，所以看棒球。我们当天是礼拜3知道他就是当天来回了。那大家也在猜说，那他晚上怎么？那因为那一天很特别，那一天刚好是高市早苗生日，就3月7号。那3月7号高市早苗生日，因为那一天也是我生日，所以重点是后面这一对。快乐。然后呢，因为我去吃饭的那一家饭店就在众议院的旁边，众议院旁边就是首相官邸，首相官邸距离巨蛋，东京巨蛋开车差不多10分钟，所以他就在那一个区域里头。可是高市早苗因为会见了加拿大的总理，加拿大总理刚好那几天去，所以众议院的周边全部是加拿大国旗，所以高市早苗应该大部分的时间都跟加拿大的总理，因为加拿大总理还送他蛋糕嘛，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至于卓院长去见到谁，今天日本已经出来讲说没有见到官员，那就是没有见到官员。那去是什么私人行程，就是外交辞令。大家外交的人都知道什么叫私人行程，私人行程就是不要彼此为难，我为难你，你为难我。台湾跟日本不为难，中国就不为难。他就跟你讲私人行程，所以中国得人跟内部解释说，阿郎黑的卓荣泰私人行程，他又不是用行政院长的身份去的。可是日本的媒体啊，就报道说是行政院长后面挂号首相，就是去到了这一个日本。不过彼此心照不宣啦，那因为卓荣泰去不是去过境，也不是跑去松城，跑去宫古岛，不是，他是进到东京。所以这一个后来他当天下午见了谁啊？就是外交的礼仪嘛，外交的默契嘛，见了谁，官方不会有任何人承认的嘛。中华民国外交部、日本外务省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来证实卓荣泰去到那里的行程是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私人的行程。OK， 但是会这件事情，包括蓝营有一些委员在追问这些，他的目的跟重点到底是什么？你看，刚刚前面在讲棒球，大家都很开心哦，突然要讲到这种比较不要让人家头痛的议题哦。我觉得大家对于棒球的热情，体育归体育，那是全民一致的哦。那可是讲到这个政治这件事情啊，大家还是想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以这个机型，华航他们这次包的机型，大概500万到600万之间，因为它还过一个亿嘛，哈。好了，这500-600万，如果真的是带有台湾的外交目的去，你说要卓荣泰把身家的一半拿去自费，我们也于心不忍嘛。你就是为了国家，你怎么要求他自己出400-500万呢？哈，这个怎么样也说不过去啊。那如果他不是真的是自费，然后也不是他自己出的钱，是民间的招待，对公务人员来说这也是不行的。哪怕他是行政院长，这也是不行的。怎么可以有企业财团去帮你出这一笔钱呢？除非他还是一个比较有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基金会。刚才讲说私人行程是外交辞令啦，意思就是对我的意思不为难，就是其实我有，可是我一定只能说所以只要他有一点公务行程，就算我们对外都还是讲那样子，我认为那都还是要国家出钱，还是要国家出钱，没有道理说。那请问一下，自费到最后这笔，这不是500-600块或5-6千块或5-6万块，我扣底下贴出来的屋啊。这是500-600万的一笔钱而且还要从松子部
那所以他一定在有公务目的嘛，我也希望他是有外交的突破跟公务目的，所以那这就回归公务预算去处理嘛，哈，即便你是外交机密预算也好，那你见了谁，你还是可以不要报告，因为基于两国之间的互相尊重跟互相默契。但你今天用了一个自费，那到底谁帮你出了这笔钱？这笔很庞大的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这个如果我有钱有闲有票的话，我也想去，所以我其实没有去多在意说民进党这么多立委哈，在这个开议期间去。虽然台北市议会是不能开议期间出国的，可是我比较不知道立法院是怎么样哈。好，但是反正有钱有闲有票要去就去了，没关系啊。但为什么院长他不可以一样搭乘班机去啊？因为我们对于公务人员哈，不管你是什么官阶，你可以搭什么样的舱，出国预算是什么，这个都政府都有规定的，有出国的差旅费的限制。他的院长应该是可以搭商务舱、头等舱嘛，哈，你就前一天晚上去都可以，因为下班时间你说你是休假，你第二天礼拜六早上来得及看球 ，OK。但是包机这件事情，在我们认知好像就是财团大老板会干的事。我还是要说，一个院长你花了500-600万做这件事。你不可能只讲自费这2个字。OK。包机这件事情，在我们认知好像就是财团大老板会干的事。我还是要说，一个院长你花了500-600万做这件事，你不可能只讲自费这2个字。OK。那你的钱真的是，他真的。当时我们在查柯文哲案的时候，很多民进党也说，你买那个商办4000多万，你要拿出你的汇款记录嘛，付款证明嘛，哈，也是这样去要求人家的嘛。何况这个钱也不是小钱。我补充一下了哈，为什么你说卓院长为什么不从松山飞羽田去跟一般的客机在一起？那你要去check in的时候，你就遇到很多台湾人嘛，他就会 po 说我跟卓荣泰同飞机。过了4个小时以后会降落在东京，那这中间会不会有人阻挠？会吗？我看我们都已经跟我们知道的人，我们都不能讲。所以他用包机，那很多人讲说，啊，怎么在空军的松子部？空军松子部没有跑道啦。空军的松子部旁边就是松山机场，他们用同一个跑道。对，所以他只是check in的地方不一样，而且那松子部check in的地方很简陋。比我们的绿岛兰屿机场还要简陋，进去就是一个空间而已哦。所以，那你说，那卓院长是付了500万，卓院长当然没有付500万。卓院长付他的钱，付他随扈的钱，有坐飞机的人就自己付钱，就这么简单。有坐那一台飞机上不是只有卓院长加上他的随扈嘛，一定有其他人嘛。那如果去跟华航谈了一个包机，那有坐飞机的人付钱嘛，就不会是500万，卓院长拿出500万嘛，那你说，那华航要不要解释一下是谁去订了这个包机？飞机上面有多少人？那些人是谁？华航不会跟你讲，有任何一家航空公司会对外宣布这班飞机坐了谁吗？不会嘛，那是人家商业上的这一个课题嘛，所以这一些就是大家对，我觉得这样啦，就是卓院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去到日本的首都东京，全民都应该要拍手。这是一个很大的外交的突破嘛，大家都要拍手。其实计较自费、计较公费、计较从松子部走进去，为什么不跟一般的民众去排队坐飞机？一般的民众去排队坐飞机，阿公啊就会出手了，一出手就去不了了所以。外交这本来处境都很艰难很多都很艰难，所以大家就是多给政府多些鼓励啦。那你说这些钱的问题，只要没有花到中华民国的预算，没有花到中华民国的预算，其实任何一个官员出国，他没有用中华民国预算，那他就其实我是觉得他没有必要跟外面解释说。不过如果换个方式啦，如果今天是蒋万安或卢秀燕做同样的事情包一台飞机过去，我相信。民进党议员一定开始去查这个经费民意代表本来就是在监督这一些事情嘛所以这个要帮中华队加油，帮台湾队加油这几天台湾我们所有台湾民众大街小巷都在做这件事情。像我昨天在这个跑行程的时候，刚好2点，然后中间出来的时候，
突然走出那个门口，突然听到楼上好多声音，哇！然后我以为发生什么事，然后想说啊，是不是赢了？哎，果然一看赢了。所以其实没有人没有为台湾队加，大家都在台湾为台湾队加油啊！是不是一定说要什么样的形式？我觉得这也不一定说是哪一个就比较爱台湾啊。哈，那你说用包机就可以突破外交困境，就可以什么的话？那以后是不是都用这样，然后都不要问说钱从哪里来的？那他没有花中华民国的钱，你为什么要问？那如果他花的钱是谁招待的呢？如果对公务员的标准这么宽松的话，那柯文哲他也说他花的不是中华民国的预算，他就可以为所欲为。那如果任何一个市长出国去，然后他去跟他参加家人的毕业典礼，去参加家人的结婚典礼，然后他说他自费，那我们也要求那个市长说来，你哪里自费？啊，我就是参加我女儿的结婚典礼，我为什么要跟外面解释呢？刚刚已经讲了嘛，哈，你说包机大家一起 share 那个钱哈，那台飞机会坐100-200个人吗？不是，我跟你讲，中华民国的外交处境就很困难，我们不可能什么东西都用外交处境困难来包装所有的黑箱。国民党都执政过啦。我们卓荣泰如果这一次去东京，先在松山机场开个记者会说，我基本上就是要来东京啦，我就是要去看球啦。你觉得他有办法登机吗？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他是公务的话，回来还是可以说明啊。回来已经回来了。柯文哲的4500万的房子的事情来讲，我是有一点不伦不类，因为那个房子的那个所有权就是柯文哲的啊。那这个跟他的拿这个完全不一样。今天卓荣泰去到日本。就是一个外交上的突破，他有个人私利上什么收了人家的钱，然后什么也没有啊，他就是一个行政院长用私人身份方式。当然我们也知道是因为就是现在国家的外交处境怕被即使是私人行程，人家现在中国也跳脚嘛。在这种情况下，说一句实在话，如果我们自己国内本身就已经说，只要我们可以达到所谓的外交突破没有问题的情况。公费我们都觉得没关系了，好不好？但是现在为什么要讲成是私人行程？为什么不是？就是因为就已经料到台湾自己有另外一部分的人不乐见台湾在外交上有突破吗？没有，我觉得是讲到不乐见这个又太夸张，大家都乐见。我一开始也说我乐见这件事情，所以钱哪里来的？所以不要动不动扣帽子这件，不要这样随便扣帽子。刚刚讲去之前一切都低调 ，OK，因为怕老共的阻挠。回来以后 ，OK， 不讲见什么人，这是基于对日本的尊重。但是公务就是公务只要是公务，我觉得政府都应该买单。尤其是突破外交困境就算是包机也政府买单嘛。我觉得这个合理嘛，公归公，私归私嘛，也不需要说为政府做事了必要的时候通通要自掏腰包自己去筹钱。我觉得哪有天下就是都在做功德赖功德在你在开心昨天赢了韩国的时候，当然现实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去看待，包括现在全世界因为美国跟伊朗这战争看起来似乎是越打越烈的感觉。当然美国下重手，然后以色列也下重手，包括以色列这个地方是不是连伊朗的油田都有炸了？那全球的石油价格往上飙升，你今天看到从美股到亚股到包括我们的股市，好不好？开盘2000多点，然后接下来收盘当然是跌了大概1400多点，可是那还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这一切，来慧珍，好吧，美股亚股全倒，然后媒体上说以色列真的跑去炸了伊朗的石油设施，是，然后那你说包括油价飙涨，那个赫姆兹海峡，据媒体报道，过去24小时只有一艘油人过，对，只有一艘油人过，这全球怎么办？不疯了？对，但是因为现在美国有跳出来讲美国说这个应该是短期现象这个美国川普讲的话，我心想说有本事你就让那个每桶原油上200，我跟你讲，美国自己都受不了。对，所以我是觉得确实这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伊朗的以色列的这个战争战火比想象中，本来以为可能很快1个礼拜可以解决，或者是，但是现在看起来最主要是你现在看到哇下起黑色雨但是现在包括有人是说4座油田被炸，但有人说是1座油田被炸，但是有几十个相关的设施也有被波及到。那不管怎么样也是因为这样的战争攻击到了所谓的油田，所以导致你知道吗？这个9天以来上个礼拜的国际原油的行情竟然飙了35%，这是1983年以来单周飙幅最高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了这一次的这个波动之大。那现在好，大家就说现在每桶原油来到110几块，对，111吧，他就说那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冲到200块？这不是吓死人吗？
但你要知道，这个黄金一响，那个枪声一响，黄金万两。那现在情况打了9天，想了这么久，你伊朗还有多少？对，你还能打多少？有人说他们现在导弹已经没有办法这个再继续打了，所以就可能用一些无人机的攻击。那现在呢，看起来美国的意思是叫以色列不要再去针对这个油田或是能源的这个设施进行，他们甚至就说，我们这个不是我们下的手。那伊朗有跳出来讲，只要再继续针对我们的油田这个部分进行攻击的话，我要诈骗整个波斯湾。那其他国家说，那你试试看啊。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点，我还是认为伊朗的现在最主要是你自己相关的战备这个部分，你还有多少的实力可以支撑你这一场战争还能打多久？那第二个，我们都知道，其实川普他之前跟费的主席搞得很难看，那现在新的费的主席终于好不容易要上来了嘛，那大家一直期待说他们美国这个部分有可能会降息，然后资金活水挹注，哇，这是川普要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你的整个油价上涨的情况之下，你的黄金价格竟然是跌的？黄金现在有在讲说每盎司有守住5050元，但是有可能会跌破$5000。那为什么？主要原因就是说，当你的油价短期幅度涨了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会带动到所谓的通膨。那美国如果在通膨这个部分会变成比较大的，他们那个Fed可能就会采取本来已经预计要降息了，它在这个部分它就会比较谨慎。那个Fed可能就会采取本来已经预计要降息了，它在这个部分它就会比较谨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牵动到黄金的价格、贵金属的价格也开始往下一个回跌的情况。那回到我们台湾我们都知道嘛，事实上从基本面来讲，不管是台积电，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今天台积电最低跌到1770？90有到70啊？我看到1770的，我看到最低啦，但是没有，我进去逛没买到啊，因为太多像我这样的雄蚁大兵进去大家都没买到，没有买到的大概都是1800左右。那个台达电更是一下子跌破1200让很多人，所以呢，现在零股这个蚂蚁大兵大家全部都涌入。那大家也有人在开玩笑嘛，就为了庆祝中华队打赢了韩国队就很多咖啡都买1送1很多这个餐点呢也都是什么打对折台股打9折还好而已我想说天哪，台股打9折这样还好而已。不过现在我们包括我们的国安基金也就是有出来嘛，然后主要有一些信心喊话。那现在看起来，只要这个荷姆兹海峡，事实上也没有封锁的问题，因为伊朗其实是没有能力封锁，再加上伊朗的老大哥也就是中国，自己先讲。不要给我动到油，我自己本身中国的油的问题也还蛮大的，所以呢，看起来这个如果伊朗的这个危险，或者是说类似轰炸油田的事情，只要不要再持续进行下去，或者是说战事真的可以如原本川普预期在3个礼拜到4个礼拜解决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慢慢的回稳。OK， 来任俊，现在美国看来是3位前总统齐聚波斯湾嘛，对不对？是，他3个航母群，林肯号、罗斯福号，现在加一个布希号，是，全部都齐聚在那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是，媒体上有报道，因为大家一直在观察陆战会不会真的打。那媒体上报道，他们最精锐的82空降师，本来有一个演习，现在停。所以是不是真的打算82空降师要下？如果82空降师要下，可能有一个目标。媒体上有讲说，因为伊朗的浓缩铀一直是让美国辗转难眠，觉得说这个是心腹大患。所以真的陆战的话，就是要打这块了吗？先讲就是说，美国它的整个的海军的战力布局是以航空母舰来说的话。一艘通常它的位置应该是这样一艘维持地区性的这个军力平衡，2艘就代表是美国认为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发生这个军力不平衡的状态，那动到3艘，那就代表是我可能真的会有具体行动。OK， 那这个当然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美国它试图用一个绝对的优势武力去展现它的自信心。特别是呢，大家在观看，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美方是用所谓的这个海空攻击的方式这个当然是用飞弹。后来川普讲说呢，这个不排除会有美军伤亡，一直到现在说很有可能呢会动用地面部队进入到这个所谓的伊朗。
当然层次不同哦。阿富汗撤军之后，其实美国已经讲，就是说他基本上会比较倾向是不派大部队进入到其他国家，甚至是常驻。但这一次传出来讲说呢，他的这个第82空降师哦，接获到一个命令，就他本来有一个重大演训。结果被要求就是说，你本来要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个波克堡哦，结果后来说你就留在你的这个所谓北卡罗来州的这个地方哦，当然是被认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你要派这个地面部队去的一个前兆。那这个82空降师哦，它有一个比较特别，他们臂章上面有一个 A， 有一个 A 的这个英文字。那这个英文字事实上代表的是82空降师的所有的成员是来自于全美各地。哦。等于是代表是一个美国力量的集体动员，就它本来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存在，而且它其实这个空降部队被视之为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之前在巴拿马、波湾战争、伊拉克跟阿富汗里面，这个部队都去过，而他最骄傲的其实是他被赋予一个任务，叫做全球快速部署的一个单位，也就是呢，他接获到命令之后。不管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18个小时，这个单位要进入到作战地区里面。那这个的情况就已经不是说哦，我今天18个小时之内所有的人到，它要呈现是18个小时之内，它除了人到之外，要能够进入可作战的状态。所以过往它为什么会被人家觉得就是说，它在美国的这个全球快速部署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哦。那它整个师里面大概它其实以我们现在虽然是师，这称它叫空降师啊，但如果以台湾的这个编制上面来讲，它大概算是旅的层级啊，大概4000人、5000人左右。那比较大的差别就是说，现在他们军方目前为止并没有进入到就是说已经要作战的状态，但是呢，现在看起来都是在做准备的情况。那包含到这个赫塞斯啊，他也公开讲，就是说不排除派出这个地面部队进入这个伊朗这个可能性的时候，这时候传出来讲说，这个单位被要求把他的演训给暂停，因为为什么？还有一件事情，演训哦，不会是昨天才告诉你，演习视同作战嘛。当我要进入到演训状态的时候，代表我这个部队已经处在可以作战的能力状态之下。现在告诉你说暂时演训，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要你变成由训转战？这个的情况，82空降师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可以被人家联想出他拥有这样的一个角色。OK， 如果接下来真的发生这样的画面的话，你可以想象你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个天兵神将，然后直接下去后，如果真的要夺取浓缩铀，甚或是在现场要想办法销毁稀释所有的浓缩铀，那个真的跟电影里面拍的一样，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画面。而伊朗当然也不是吃素的，那在知道这些状况之后，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一些的地面的战斗，这是大家都会瞩目的这一点。但将军，川普一直讲伊朗只有一个无条件投降，对。那现在讲说就打到伊朗没有任何战力也算无条件投降，反正他的意思就是我就一路打到那样。可是对伊朗来讲，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有很多攻击能力，包括对波斯湾国家的攻击，包括炸以色列，以色列还指控那个伊朗说他们用所谓的集束弹啊，类似这些，因为大家发现啊，不是那个首脑头全部都被打掉了，没有，原来伊朗从以前就开始训练一个叫做马赛克防御，对，那个马赛克防御，所以打到现在。美国有4套的沙德系统，说被打掉了，对，然后包括卡达的 Prudra 也有受损，也受损了，所以这些，然后这几天还有人在报道说，韩国的那个萨德是不是有可能被往中东运？所以伊朗的那个所谓马赛克防御是真的很有用吗？对，我要告诉大家，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做马赛克防御啊？就是让这个防御，通常我们军事的行动是非常有秩序的。OK， 马赛克防御就是混乱。我就让你战场完全混乱，你完全不知道我要怎么打，乱打所以你看，他又打卡达，又打阿联，这全部都打，就是让你整个美军有条不紊的情报判断变成一团混乱。我就是乱打。所以说美国的算力的 AI 识别的压制，对这一次的马赛克的防御啊，可能有一些突破。另外就是伊朗有一件事情，他的马赛克防御没有想到，就是内鬼。伊朗出现了内鬼。有一个9命怪猫嘛，叫做什么卡尼还是什么？它永远都可以躲过致命攻击，躲一次叫幸运，躲2次叫有烧香，躲3次、5、6次、6、7次、8次，每一次都躲过，这不就内鬼？而且肚子会痛嘛？对，永远肚子痛。它可以在最这个能够求生存的时候去上厕所，它在最危险的时候它睡过头。所以这内鬼之说一直在传的甚嚣尘上。
他可以在最这个能够求生存的时候去上厕所，他在最危险的时候他睡过头。所以这内鬼之说一直在传的甚嚣尘上。另外就是川普很硬，他跟以往的美国的领袖不一样，我要求你无条件投降，永远不能攻击。那么这一次川普的这个力道能不能破解掉马赛克防御？那另外还讲到一个大家很担心的乐山大佛啊，我们的乐山雷达、普鲁爪雷达，大家发现这一次在卡达的普鲁爪雷达被打了，对，有没有损坏？现在还在求证，可是真的有被打到。那么大家就想说，那我们的乐山雷达怎么办？在讲这点之前，我必须要破解很多军事上的一些人的一些危言耸听啊。大家知道乐山雷达的标高有多高？将近3000公尺哦，它的那个海拔标高将近3000公尺。大家知道卡达的多高？不到100公尺。那地形不同，它平原嘛，它是沙漠平原，它不用太高，100公尺就看很远。可是你越平，地势越平，越容易被打。我觉得国防部应该要改变一个策略。你看得远，不见得敌人上不来。当然。所以任何的事情料敌从严，所以你必须要在乐山雷达协助他一个防炮连来跟他做随伴掩护，因为那是我们的眼睛。你看这一次卡达一被戳瞎，就算戳瞎半只眼好了，对整体的作战影响甚大。好，来阿川，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军购这件事情，因为这整件事情，尤其这次美国伊朗战争，大家就会开始检视说，包括我们要买的这些军购，包括无人机的这些，是不是真的符合未来如果万一发生什么动荡的话，我们是需要用的这些。那刚才讲那个 AIT PO 的那一张，所以媒体上有报道说。AIT 3月5号有没有跟国民党一些委员碰面？然后有一个媒体报道说3月24不要再拖了，价格也不要在那边杀什么东西，就是在这。可是现在看起来，看得出来蓝营白营之间对于这个金额有任何妥协吗？因为3800亿加 N 蓝营出来的版本不是吗？那3月15号，马上到了发价书，是白营不是讲说那就先签授权。这些你看得出来，在未来有什么转换吗？时程上来不及了，因为我们3月11号才会选召委所以3月15一定来不及授权国防部去同意这个发价书嘛那你说国民党的版本进来了，那个叫做国民党党团的版本，那他们本来风起云涌，到处都有不同版本，8000、9000，但那些版本全部都不见了。因为我本来是预期说。个别委员的版本去联署完，通通一起进来，那大家来讨论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都没有问题。那后来包括什么中壮派、青壮派的立委去弄了一个什么8000亿、9000亿，那他们去弄了还说，这个是美国要的。那 AIT 就说，我们还是1.25兆我们没有人讲什么8000亿、9000亿嘛。其实这个逻辑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它1.25兆是数字框在那个条例里头，预算可以不用1.25兆，预算就是要少于1.25兆，就是说框了1.25兆，可是如果送进来是1.25兆，然后立法院砍了说这1000亿不要，这几百亿不要，砍完之后假如剩下1兆，那就是1兆，可是国民党现在版本就是3800亿，那你就不能再往上你每次往上就要去弄一个条例那按照我们立法院现在这种处理的这种程序一次弄下来就是半年。那你说要把它编到一般预算到现在去年8月底送进来，到现在过了6个月，一般的预算现在也没审，所以对美国来说，我们这样的这个做法没有办法跟他们有好的合作，他们当然最后关头，他们还是不断的透过不同的管道找不同的国民党立委，希望他们能够协助嘛。那像卢秀燕这几天就要去美国了嘛？那他去美国，美国一定会跟他谈这件事嘛，请他协助嘛。那请他协助，问题是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他们就很坚持嘛，就3800亿加 N 所以其实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开放的，然后呢，这个各方都在进行相关的讨论游说。你就让这1.25兆这个数字先框住以后，你要砍预算，你就进到预算编列审查那个阶段的时候，你说，那我们就条列出来，这个1000亿没有用，买这个不好买这个不好，你就砍。可是我跟你讲，国民党就是怕进到这个细节，他怕进到这一条要砍，这一条要砍，因为他们找不出理由，找不出理由，所以他就含糊的一个说，反正就是3800亿的，这3800亿是美国也可以接受，3800亿。美国不会接受连那个8、9千亿美国都不接受嘛，不会传出来说美国到现在 AIT 还是认为是1.25兆，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要么就装傻，其实你不要装傻，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就让这个条例先过了之后，
大家再来进行预算的审查，这样就好了。对，好，第一个，国防部长顾立雄部长说蓝营是在实质封杀一些相关的一些的预算。国民党的前立委徐玉仁，那他在华府智库那边嘛，他讲说，媒体上报道，他说美方不会接受3800亿像这样的一些模式，或者他讲说这跟传统上我们跟美国的军购的模式也不太一样。那蓝营里面有人讲，媒体说那个3800亿是看副总召的面子勉强过。就刚才讲的很多的这些，但最后出现一个3800亿加 N， 对国民党来讲，过了这个送到副委，真的对整个状况会比较好一些吗？坦白说，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人也评估认为说，美方是不会接受3000多亿的，所以才会立法院有传出说有徐小新的版本是对8、9千亿哦，他8、9千亿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当时美方也是说他们的这个希望军售的规模大概是9000亿啊，从现在到未来9000亿啊。那另外3000多亿、3、4千亿啊，可能是夹带的一些商购或是在国内采购啊。那国内采购或商购的话，也没有要砍，是不是回归到这个常态的预算？我们的预算有2种，其实正常来说就是年度预算呐，哈，砍是砍掉。那现在是告诉你说，不要什么这东西都用特别预算来处理，特别预算是非常态的情况。好了，那如果针对于美方这个台美之间政府对政府的这种军购，你要用特别预算来处理，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哈。基于说台美关系，所以才会有一个这个国民党自己委员的版本是说，美国要的就都给哈。然后其他的台湾自己生产或其他的商购就是用常态性预算来审查，也不是说就不给就是说你就编到常态型预算嘛所以之前会有这样的一个版本，是希望说平衡就是监督跟台美关系2个关系都能够那个。可是能做到吗？但现在党中央如果他坚持是3800加 N， 但是他的那个 N 就是只要一有发价书就马上追加但我不是很清楚说这个实务上是不是能够这么及时，因为特别预算就是你要先匡列一笔钱出来嘛，然后通过一个通过了以后，这笔钱就匡列下来了。那如果你发价书来了，随时在追加，政府是不是随时都有这个钱可以去追加成特别预算这当然。我觉得还要跟国防部。他真是担心以现在立法院生态，他觉得根本连条例。不，而且那个但我必须要说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说先复委多少钱到复委再审查，但现在是变成说1毛钱都不可以改1.25兆就是1.25兆，什么都不要给我动那如果说美方已经要求到说，连我9000亿的你不要动。其他的反正我就是要1.25兆，那其实是完全剥夺了立法院的这个审议权的嘛台美这个关税战签的相关协议也是1个字都不能动，动了以后就全毁。那1.25兆是自己的这个特别预算军购的特别条例也是1毛钱都不能动。那其实如果都这样子的话，真的就不用立法院的嘛。其实台美之间把这个1.25兆是一个加法加上来的，就是说。将军就知道这个这个计划，将军以前起过一个计划嘛，这个计划不是2天不是2个月是2年以上嘛将军以前起过一个计划嘛，这个计划不是2天不是2个月是2年以上嘛所以你说这个美国说，你基本上给别去10行，光讲这句话，就是1、2年，才会跑出新的东西来嘛。所以我刚为什么提到这1.25兆是台美之间在军事上已经完成这样的一个这个讨论之后定出来的数字嘛？那你说这里头有没有不应该买怎么样的？那就进到预算审查的时候，每一项，国民党如果觉得这一项不应该。这一项要放到年度预算，放到年度预算不会影响，那就跟大家讲说这一项就把它拿到年度预算，这一项怎样。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国民党刚这个几个8000亿、9000亿那个通通不见了啦，现在剩下那个3800亿啊，那我也没看到什么国民党什么青壮派立委不是本来很强很威吗？这个都美国同意了，现在全部都闭嘴了。国民党3800亿一出来，国民党没有立委出来说，不是8、9千亿吗？不是都讲好了吗？不，也没有全部都吞了。国民党这什么青壮派立委，媒体上有他们的名字现在全部都吞了。
就3800亿，哇，这个神奇的力量太伟大了吧？都不用讨论了，国民党内部都不用讨论，最后结论拍板就是这个数字。那所以接下来到立法院最后表决，就很有可能就是那个3800亿啊。那这个一出来，美国在这一段期间，不管是绿卡、卡利这些有的没的这些事情，美国人说奇怪嘞，你不是拢讲好啊吗？你不是拢跟你讲啊吗？你不是拢讲好吗？不法度啊，我的党主席就不要啊。不是啊，你们党主席不是也要先来美国吗？所以你们党主席来是要还是不要？不是卢秀燕要来吗？是要还是不要？侯友宜要来是要还是不要？美国人刚刚那个争笑就国民党这些立委是拢讲争笑，这个美国现在就在等说到底最后那个讨论的结果会是什么？来，苏慧简短回应一下这块。党中央为什么讲了以后，刚讲青壮派委员什么，国民党党团都没什么声音吗？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有过什么沟通啦。其实一开始是有一点声音的嘛，譬如说这个徐小新跟赵先生也有对说他们都不知道，但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样沟通，这个我不晓得。但是我也有跟他们表达，我是自己在基层里面遇到的一些民众的反应哦。不是说是绿营的跟我讲的也不是抗议的是那种元宵节的时候，我们接触到很多民众，有很多民众一看到我的时候，先是很热情然后加油什么，然后之后小声跟我讲说，哎呀鬼啊鬼啊，然后想说什么东西哎呀鬼啊，然后他就说军购了哈，所以我有跟国民党的立委反映说就是大家对于台湾安全这件事情，或是说台美关系，其实还是蛮重视的不管是哪一个阵营所以怎么样的一个可以展现监督，又可以巩固台美关系的，我觉得还是要兼顾，所以还是要跟党中央再次沟通。将军我很快回应一下，这个国防部回应的这个，我觉得这都是在战略上的。这两都是在战略上，就是需不需要台湾之盾，需不需要这个非红供应链，然后呢，台湾之盾是什么 C5ISR 什么？我觉得这战略上这不用去讲，因为连技术都搞不懂了，不用讲战略。刚才其实很多国民党立委都讲，发价书先来嘛，来了我们再一个个过。你要知道什么叫发价书？发价书就是最后我要卖给你这个价钱，我美国人帮你去斡旋美国政府帮你去跟雷神、跟洛马、跟这些所有的这个军武公司斡旋完之后，发价书才出来。那个发价书不是美国人写的，是美国的公司写的，对美国政府。那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连这个特别条例的法案，连法源都没有，怎么编预算？没有预算，怎么去谈发价书？所以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的这个法源特别条例没有通过的话，这个发价书根本出不来，根本出不来。而且我们以前在做这个相关的军售的时候，常常有是法源过，特别条例过了预算也过了，美国的发价书还没出来，为什么？他也要走程序OK， 美国也要走国会程序，也要走这个他们的所谓整体评估，还要去跟这个厂商、军火商去谈。所以当我们的预算过了，当我们的法案过了，可是美国的发价书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怎么办？你在预算里看不到这一笔这一笔列为机密。等到发价书出来的时候才解密列为公开。所以如果你连法规这个特别条例都没有过，那预算更不会有嘛。好，那如果接下来的话，大家就看到说，那这几天可能是对我们来讲，美国第一批的军购，尤其是发价书这一块，3月15就要到了。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处理？那往后那各政党之间复委的那些又会是怎么样？好，那除了这个以外，这几天大家都在看那个韩棒球赛在日本东京这些，对，媒体上报道柯文哲他有出招，然后包括要申请3月23到25，因为他的孩子在那东大毕业典礼他要去，3月26宣判。那媒体上有一篇说，民众党有没有拟一个就是反攻计划表，就是要这整个让民众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政治办。如果讲政治办，那意思说就是你们司法迫害，就是这个样子啦。东京大学今年的毕业典礼是3月25号。那柯文哲他儿子的那个学院是中午12点半到下午1点15分，总共45分钟。那受邀的家长其实并不是去现场看，他们有一个家长的观礼室就是说去看大荧幕啦那无论如何啦，反正就是父子嘛，希望去看儿子毕业典礼这也人之常情就是说去看大荧幕啦无论如何啦，反正就是父子嘛，希望去看儿子毕业典礼
啊，这也人之常情啊。那问题是，那你如果要法官同意，那你就照程序来。你要找一个够格的保证人啊。你别让路边找一个讲直接搞报啦。因为你犯的案子很大嘛，那你要一个够格的保证人。第二个，你要自己说啊，我愿意加多少？保证金。各位知道那个辜仲亮，他不是世界棒球总会的副总会长？对。他跑一趟日本，他要押多少钱？他押很多钱，我们还会放他去，去就说你当天给我回来，就这样。所以柯文哲要不要去，那就法官自己去决定嘛。那如果法官不同意，那他就刚好操作啊，这就是什么？又是司法迫害。柯文哲，你不要忘记啊，你身体不舒服，还是让你保外就医。你家里有状况，然后也是让你回去奔丧，这个都是人之常情，都可以哦。那有些时候对你礼遇，有些时候就是规定怎样就是怎样。你连跑去骑脚踏车，你靠近海边，都没有人有意见。上次有一个说开去海边，说要去那一个诊所拿药，那个检察官说：“你干嘛跑去那里？”他说：“因为我妈的药的诊所在那附近。”他说：“你下次不要再去那里拿了。”你就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司法已经对你很礼遇了。那你儿子的这件事情，那你为什么要申请323？我不是很懂啊。就3月25中午嘛，你就3月25早上去嘛，就中午就到了嘛，中午参加完之后就再做下午3、4点的回来嘛，那比较有诚意。那你323去干嘛？松山飞羽田3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不要拿这些问题出来干扰啦。那其实现在还蛮多人希望你去的。为什么？因为你去如果没有回来，民众党就下课了。不只有你去嘛，然后你不回来，你不回来倒的是谁？倒的是民众党。那民众党那些小草怎么讲？小草没话可讲他们就很羞愧。现在不是说柯文哲不会什么逃吗？对，黄昌说他会逃是侮辱大家的智商。对，那如果真的逃了，民众党就下课了。所以如果政治权谋一点，就说好，让你去，请，那到最后你如果没回来，所以就是说，用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出这一招啊！那东京大学今年的毕业典礼又刚好这么巧，对，就在前一天哦，就在前一天，所以而且博士班毕业很少参加毕业典礼。我跟康仁俊我们都博士毕业，我们博士毕业的时间呐，像我是1月毕业的，那台湾毕业典礼是6月，我就没参加到嘛。那因为东京大学的正常毕业在3月，他们秋季9月有一个毕业典礼哈，那3月这个毕业。那他说什么？科户咬是10月就论文口试完，叫得力来讲论文口试完啊，赶快叫教授签名，赶快拿去教务处盖一大堆张图书馆借书有没有还？弄一弄，赶快拿到一张毕业证书就 OK 了嘛。那我各位呢，10月已经口试完，到现在3月，然后你是还没毕业是不是？你如果毕业了半年，跑回去参加毕业典礼，像我1月毕业，然后你叫我6月跑去参加毕业典礼，那无欠钱你也不是啊，你是咧？不是，我就是说，好了，反正就是父子希望能够去，那这个我个人觉得，好了，那就让他去了。但是去的风险民众党你真的要自负了。来，淑慧，最后1分钟，这整件事情真的充满了政治上操作的味道了吗？我觉得台湾现在司法只要遇到政治都没有标准的，标准都很模糊的啊。那看谁的声量大就好像社会就会被带向哪一边了。我是不知道说，同样的其他的被告如果面临这样子这么这个小五哥可能比较有经验面临这么多条的重罪的起诉，然后在宣判前说要出国那法院通常会不会准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柯文哲律师应该有给他建议说，你这会准吗？你这没准还是什么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现在把球丢给的这个法官我觉得对法官来说也变成一个非常这个严刑拷打的一个局面。OK， 根据来最后1分钟。我觉得可能不只是丢球给法官因为刚刚奕川也提到，不是不能申请他刚刚特别举了辜仲亮的例子那今天柯文哲律师丢出来，就是说，第一个我也没保人嘛，对，因为也没钱了；第二个我们家也没钱了你法官自己看着办。我不知道在司法实务上面要给法官看着办的这种，到底法官该怎么办那不过因为确实这件事情会让大家觉得说，柯文哲是不是刻意的去做一些操作？但我知道东大的毕业不会说特别为了柯文哲去排，当然，对啊，广川公委就真正督后呢，那是不是一定要去参加？
我也老实讲啊，就是说，可能对柯文哲来说，能够参加父子之间的这种所谓骄傲儿子这个东大毕业，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毕生的荣耀嘛。因为柯文哲很喜欢把这种东西挂在嘴巴上面，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同哦。很多人都这个什么智商多少这样啊，但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务实面上面来看啊，不去参加会怎么样啊？因为如果按照刚刚的那个过往的条件，你可以提，但是相对的来讲，在司法上面，你应该要提供更一些的东西。你今天双手一摊，我就是没有，怎么样？你自己去思考啊。那我觉得说，与其要把这个丢给法官，我也不认为法官会觉得就是说，好吗？那我们就比较援引过去来作为例子嘛啊。那你什么都不要，你什么都不行，你硬要去做政治操作，我也必须讲，台湾司法在这1年多被操作的也很多啦。我也没有认为法官会脆弱到说，因为这样被你骂个2句或是怎样，他就我也干，我就给你。我觉得也不会啦。OK， 时间很快，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申请到底法院会准否，那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可是对国人来讲的话，那一场那对韩国的棒球凝聚了所有的一些信心，但当碰到政治，譬如说碰到军售，碰到所有这些的时候，那攻防又会怎么样？值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希望明天见，我们明天见，拜拜。